歐美 3A 主機遊戲大廠正在崩潰，並且沒有好轉趨勢。曾經被玩家們視作神一樣崇拜的傳統大廠，正在遭到老粉絲們的差評轟炸，瘋狂的虧錢，瘋狂的裁員，並且老粉絲們會追到失業員工的社交網站，加大力度嘲笑，讓他們去麥當勞找份真正的工作。連那些傲慢並且種族歧視的老白男 MAGA 領袖們都在主動吹捧東亞廠商，因為原神的抽卡或者韓國的油膩世界 MMO 確實是想要你充錢，但是至少他們還想賺你的錢。而美國的遊戲開發者发自內心收不住味兒攔不住嘴的仇恨遊戲玩家，想讓你們下地獄。Steam 上最高擁有1400個玩家的熱門黑人女性 3A 遊戲大作《午夜以南》被玩家罵了以後，開發商 Computation Games 的卡泰羅賓遜直接不裝了，在他的實名社交媒體賬號上發，老實說我仇恨玩家，還說白人男性玩家是個錯誤。順便一提，此人是個黑人女性，有和《午夜以南》主角一樣的耳環和鼻環。再比如說這篇臭名昭著的文章，你不用把玩家當受众，玩家已经完蛋了。作者是個女性遊戲新聞記者和游戲敘事主筆。她說，我經常自稱遊戲文化工作者，但是遊戲文化令人尷尬，它根本不算文化，只不過是購物、反復刷梗圖和圈內笑話，以及在互聯網上發怒。那些戴着毛絨蘑菇帽子、背着背包、拿着宣傳海報的年輕人，在全球各地活动場馆外排隊幾個小時，只為了觀看營銷。他們不懂得得體的着裝和舉止禮儀。攝像機掃過這些萎靡的隊伍，常捕捉到他們痴呆的表情。他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這都是因為電子遊戲。你們應該深刻反思自己的人生選擇，因為我們正在創造文化，拒絕讓任何人群感到沒有參與感。而你們玩家是一個過時的多數人不願意再用的標籤，你們是一群熱衷於買點裝備的年輕白人男性，蜷縮在地下室裡的單身少年，牆上掛着比基尼女郎的圖片，被營銷人員吹捧成重要的消費群體，這些竟然成了遊戲界僅存的文化標誌。有錢有女人，先弄把槍，再搞把更大的，擊敗所有威脅你的存在。然而時代改變了，你們不再有特權，不再是最重要的消費者群體。新一代的創作者致力于構建健康的文化氛圍，玩家已死，這正是他們暴怒的原因。那些冥顽不靈的潑皮無賴，那些哭鬧不休的巨嬰消費者，那些幼稚好鬥的網絡噴子，他們不是我的受眾，他們也不必成為你的受眾。在這篇文章裡，這位女作家認為玩家是有點小錢、愛買外設的年輕男性，玩家是喜歡比基尼美女和槍支暴力的低俗巨嬰，被廠商的營銷洗腦，以為自己很重要，其實是認不清自己的邊緣群體。但是我們女遊戲作家要寫真正健康的劇情，服務於社會上每一種多元群體，所以不用考慮這些下水道裡的老鼠怎麼想。但是這篇文章寫於2014年，12年以後，因着比基尼美女、槍支和錢的遊戲依然是世界上最流行的文化。而這位女作家的游戲作品《阿菲利昂》講述一個光頭黑人女性，為什麼又是光頭黑人女性宇航員在全球變暖毀滅地球之後，在太空尋找新家園的故事。在 Steam 平台歷史最高有200個玩家，現在只過去了3個月，已經只有2人在玩。注意，這不是用橙光遊戲加豆包 AI 生成的便宜文字小說遊戲，而是有全 3D 高精建模大地圖的高成本遊戏。這就是有文化的服務社會每一種群体的游戲，實際上沒有人想要它的服務。就在這個視頻寫稿的同時， Xbox 正在裁員並且關閉工作室，一刀先砍1600人，之後1年再慢慢挑1600人。原因很簡單， Xbox 主機遊戲根本不賺錢，80%的收入來自我的世界和糖果粉碎傳奇，而主機 3A 大廠在用狂野的成本生產根本沒人要玩的遊戲。貝塞斯達可能曾經是粉絲吹得最高的工作室，你可以不喜歡美式 RPG， 但是路過貝塞斯達的時候要為他鞠躬敬禮。我已經3分鐘沒有聽過專業塞爾達殺手上古卷軸5的山可以爬，輻射網狀敘事的故事了。後來發生的事大家就很熟悉了，星空一股老人味儿，不但沒能擒拿王國之淚，而且還遭到了廣泛嘲笑。這還是在菲爾斯賓塞強行延期了一段時間，要求貝塞斯達修 bug 之後。而且本來 bug
大氣宣傳 PS5 不能玩，然後又移植到了 PS5 賣一波。黑曜石工作室做了個什麼宣誓，依舊成本起飛，依舊政治正確，依舊開發者在社交網站上罵粉絲訓粉絲，依舊內容平庸，依舊銷量慘淡，依舊問就是大家都在 XGP 裡玩的，你查銷量那不能算數。在大裁員中被裁掉 25% 員工之後， Xbox 新总裁阿莎夏尔玛直接砍掉了他們自稱順利開發中的宣誓2，要求他們開發輻射新遊戲，真是大快人心。343現在叫光環工作室，以前光環是 Xbox 牌面，為了玩光環買 Xbox 是真有可能的，现在誰会為了玩光環無限買一台 XS？Xbox 旗下工作室還做了《午夜以南》，一個成本數億美元，看宣傳片毫無亮點，只能記住又是遊戲記者最愛的難看的黑人女性主角，還有什麼塞納依舊全 3D 高精建模，依舊成本爆炸，依舊非常藝術，依舊賣不出去，依舊問就是大家都在 XGP 裡玩的，你查銷量低那不能算數。Xbox 遊戲設計師裡的內鬼直接爆料說，微軟官方指導他們不許設計性感的女角色，虧錢是在虧的罪有應得，大快人心。索尼真正忠誠的索粉，我們在2020年就見識過了，肉麻的讓人生理不適，給索尼跪下磕2個響頭，那不帶猶豫的。索尼最大的錯誤就是索尼遊戲不再是一家日本遊戲公司，而是一家總部在加利福尼亞的美國游戏公司，成功脱亚入美，獲得了美国游戏公司的一切缺点。微軟裁員，索尼也裁員，索尼親手打造了史上最虧錢的遊戲《星名特工》，開發遊戲加完全買下工作室，加上開發衍生動畫片，總消耗4億美元。認為這個東西會是索尼的星球大戰，一個長期現金奶牛多媒體企劃。最後結果是整個遊戲不到半個月就關服，為所有玩家退款，整個工作室裁員。不要覺得談及星名特工就是老調重彈，沒活了。索尼完全沒有吸取任何程度的教訓，在 Fairwork 工作室裁員的公告中感謝了有才華的創作者們，並且星名特工的人物創作者們也依舊在網上嘴硬，認為角色很有魅力。而且索尼至今絕不放棄制作更多星名特工續作，比如地平線獵人集結，在世界末日後扮演300斤一條腿截肢的獨立女性，全程聯網內購，和肥豬、老頭等夥伴一起狩獵機械獸。全地球任何一個玩家論壇都看出來，這個遊戲還沒發售就已經完蛋了。但是索尼就是想要更多星名特工。Bungie，索尼花了36億美元買來的網遊教師爺，買的太值了。新遊戲馬拉松顯然已經巨虧，在線玩家數被已經停更的命運2碾壓，開發者還在社交媒體上說，拯救Bungie的唯一方法就是買馬拉松，聯名請願想要命運3的都是笨蛋。命運2又沒有官服，你想玩就去玩啊！網遊大師Bungie花了2.5億美元開發馬拉松，並且獻祭掉了命運2，只賣了120萬份。現在 Steam 峰值在線玩家只剩下7500個。假設這7500個玩家全部購買戰鬥通行證，只需要2613個賽季就回本了。噴子們不要再抹黑馬拉松了，馬拉松沒有虧本，只是走在回本的路上。如果Bungie只是開發蘇打車新作虧本，大家也只是笑一笑就過去了。但是他為了馬拉松停更了命運2，並且明確表示根本沒有立項開發命運3，並且命運2的開發者們在最終更新上線後已經被裁員了。規模達到300人，整個命運項目組徹底裁乾淨了，可以說跟已經死了沒什麼區別。玩家們現在對Bungie只有嘲笑，根本沒有情懷派可打。Bungie蘇打車也就圖一樂，索尼主機遊戲最根本還得看電影化劇情大作。神秘海域與最後生還者的開發組頑皮狗的最新大作《星際異端先知》公布了預告片，沒有玩法演示，只有玩家們最熱愛的光頭紋身黑人女性主角亮了個相。整個預告片毫無吸引人之處，上來就是什麼宗教經文。
制作人猶太人尼爾·抓克曼說，他為這款遊戲創作了2000年的虛擬宗教發展史，通過構建森皮利亞星球的宗教興衰來推動劇情和主題。尼爾·抓克曼簡直是在發神經，這賣點比陶德·霍華德說星空裡有1000顆星球可供探索還要逆天20倍。1000顆星球只不過讓人們覺得星空就是複製粘貼排列組合，略微勸退玩家。2000年宗教發展史讓玩家懷疑抓克曼可能是要按頭為玩家吃猶太教復國大便了。官方預告片被差評轟炸，8萬點讚就有21萬點踩，關閉了評論區。然而有個好消息是，這款遊戲可能不會移植 PC。曾經制作了質量效應的 BioWare 現在制作了龍騰世紀影杖守護者，依舊政治正確，依舊虧錢，依舊大裁員，依舊開發者被裁員還嘴硬，依舊數萬玩家感到狠狠嘲笑，依舊關閉評論區。制作了蝙蝠俠阿卡姆系列的 Rocksteady 和 Sweet Baby 合作制作了自殺小隊殺死正義聯盟，依舊政治正確，依舊虧錢，依舊大裁员，依舊嘴硬怪玩家。暴雪曾經擁有最大的腦殘粉群體，魔獸電影的票房在中國比在美國還高，暴雪出品必屬精品。後來怎麼樣我都不用說了，育碧我大哥這個也不用說了，歐美3A主機遊戲大廠正在崩潰，並且沒有好轉趨勢。曾經被玩家們視作神一樣崇拜的傳統大廠，正在遭到老粉絲們的差評轟炸，並且沒有好轉的跡象。這個主機時代還只是遊戲開發成本失控，劇情政治正確，角色長得太醜，賣不出去虧錢而已，自作自受純屬活該。而下個世代歐美3A主機遊戲將遭到毀滅性的核打擊，沒有人能不被波及。一方面是馬里奧卡丁車世界和 GTA 6將3A大作標準售價上升到80到100美元，這也是很多美國主机遊戲大厂早就希望的。他們認為遊戲開發成本失控就應該用漲價到100美元解決。任天堂和 R 星幹了，他們一定會跟着幹。但是你是任天堂嗎？你是 R 星嗎？您配嗎？反正他們觉得他們也是3A大作。微軟的《天外世界2》也定價80美元，結果賣不出去，又改成70美元永久降價。在 AI 服務器需求的競爭下，遊戲機成本暴漲， Steam 小電腦性能還不如 PS5， 價格卻要低配1128美元，高配1428美元，也就是8200到10400人民幣。 Xbox Helix 網傳硬件成本1000美元一台， PS6 網傳硬件成本1000美元一台，並且取消了光驱版，也就是新世代主機低配盖版也要7300元人民幣。在這種售價下完成世代交替所需的銷量是絕對不可能的。如果新世代 PS6 主機前3年總銷量只有900萬台，而一個次世代3A大作成本2.5億美元，售價80美元，就需要不打折不劃分任何低價区的銷售446萬份才能回本，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而且還只是回本，利潤0元。主機漲價加遊戲漲價，那麼玩家就只會選擇自己最喜歡的一款遊戲購買，只要不是最好就不值得購買，勢必造成歐美主機3A大作銷量更難衝高。也許 GTA 6會取得巨大成功，但是什麼宣誓，什麼龍腾世紀影杖守護者，或許客觀來看可以打6分，但是在這種前提下，6分等於0分，一樣都是不值得購買。還會有更多遊戲大廠陷入遊戲銷量失敗大裁员的境地。 GTA 6售價80到100美元会成功，但是如果你也賣80到100美元，但是在玩家心目中不如 GTA 6，那你就徹底完了。注意是玩家心目中，你自己在社交媒体上抱怨什麼加班開發了多少年，一群有才華的志同道合的角色設計師融入了非洲傳統民俗文化，面向全社會所有多元群體平等包容，一點也不重要。
2026年了，很多歐美遊戲開發者還在推脫責任，說新冠肺炎疫情導致了遊戲開發困難。玩家們早就聽膩了，沒有人在乎。新冠肺炎可以解釋為什麼遊戲延期，但是解釋不了遊戲裡奇形怪狀，同時又毫無亮點的角色設計，毫無樂趣的遊戲關卡。面對難崩的歐美遊戲，歐美玩家集體轉向了吹捧東亞遊戲，至少東亞遊戲還想要賺錢。比如原神、劍星、黑水化悟空、漫威爭鋒，對比亞洲遊戲裡的角色多好看，美國遊戲裡的角色有多醜，已經成為熱門題材。包括因為過往視頻內容敏感，在國內臉被封殺的主播也在做。一些美國公司已經在撥亂反正，嘗試做點能賺錢的遊戲自救了。不過 3A 主機遊戲大作開發用時失控已經是常態，恐怕整個 PS6 週期都是一個可跳過的垃圾時間了。